大家好，那天去验车，然后我的车又耍脾气了，他把我丢在路上，就是台语讲的过路。我这次它的状况是开一开，然后熄火，自动熄火。那好险，那天路上车没有很多，我刚好在转弯，然后就准备要弯过去的时候，还没进弯的时候就熄火。然后车子如果突然熄火，你方向盘会变很重，所以我那时候吓一跳，就赶快方向盘硬打，让车弯过来。问题是车弯过来以后，你要赶快把方向盘回正，要不然会撞到撞到路边的车。真的是让我吓一跳。那以车辆来说，会突然熄火，以我们这台车来讲好了，以马自达323、福特Tiera 1.6的这一型车来讲的话，最容易造成行驶间突然熄火，就是因为这一颗是凸轮轴感知器。凸轮轴，因为我们这型车它是双凸的2颗凸轮轴，它这边有个那个凸轮轴的那个盘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然后在这边的时候，它上面会有那个感应点。这一颗的作用啊，它就是通知车电脑，哪一缸的位置在哪里，然后哪一缸需要点火，然后什么时候哪一缸需要喷油。当然，除了这一颗凸轮轴感知器以外，下面还有一颗曲轴感知器。它2颗的作用是差不多，它都是在侦测活塞的位置，然后通知车用电脑哪一缸该喷油，哪一缸该点火。然后这2颗在我们这型车来讲的话，它故障算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通病啊，可能是设计的问题，也有可能是寿命的关系，因为毕竟电子零件它最怕的就是热，然后这一颗刚好又是直接要插进去气门室盖里面，所以一般来讲都会建议说这一颗跟下面一颗同时换。然后因为下面那颗比较贵，而且施工上会比较麻烦一点，所以我比较偷懒的就是我今天会换这一颗，因为这颗真的很好换。拿一把10号的开口扳手，这种叫开口，这种叫梅花。拿一把10号的或者10号的套筒就可以更换了。那我先聊一下为什么会判定说是这一颗故障。当然，第一，这种状况只发生在热车以后，就是你行驶一段路以后，水温什么都上来以后，很容易发生这种状况。然后多半判定都是这2颗引起。但是如果是因为过热的话，比较多半是偏向于这一颗。这一阵子在开，我有发现，我静止起步的时候，我在补油门在油门下去的瞬间，会觉得引擎会顿一下，就好像哪一缸突然不点火，准备要沙卡的感觉。当然，我不确定这个是我感觉错误还是什么，但是我验车之前的前几天我在开，就是稍微会有这种感觉。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节气门。我之前节气门才刚重新做那个蝴蝶阀的调整，还有清洗节气门嘛。我本来一直以为是那个引起的，但是冷车的时候开始都很好。我刚刚说那个补油门油门开启的瞬间，你会觉得引擎会顿一下，那个只发生在热车以后，然后再加上这一次无预警的给我行驶中熄火。所以综合判断应该是这一颗，其实不是这一颗，就是下面一颗，多半就是这2个引起啦。以我们这型车来讲，那今天就是先来更换这一颗，然后这一颗的更换方式很简单，你先把
下面的这个有一个插销，有一个按的扣。这边这个要轻轻的按，你不要按太大力。老车的这种东西都很容易坏掉，轻轻的按下去以后，然后拔出来就 OK 了。然后拿一把10号的，因为这颗零件比较便宜，然后又很好更换。所以就像刚刚讲的，我先决定先换这一颗，赌个运气啊！如果真的不行，再来换下面那一颗。然后把螺丝收好，因为它这个是插进去的，所以轻轻的摇，轻轻的摇，它就出来了。这样子。因为它这里面是它的原理是它是霍尔式感应，就是靠磁力去感应它的位置。就里面那个普利盘那边，我刚刚说那3个点，它那3个点如果晃过去，它会产生一个吸力、磁力，它就会去计算一次。那稍等一下，我让你们看看那个洞里面长什么样子。这样子有看到吗？太近了，好像对焦对不到。然后可以看到里面有点脏东西，等一下要清。那在清的时候要记得它是我们不要让这些灰尘跑到里面去，所以在清的时候小心，稍微把它慢慢的把它拨出来。你看这么脏。就把手指伸进去以后，先不要碰到旁边，然后往外把它拉出来，这样脏污就比较不会掉进去。尽量就是不要让它掉进去，对引擎比较不会产生磨损。就大概的清一圈，然后这个就是刚拆下来的，上面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脏污卡在上面，因为说实在话，这个东西真的会有，我觉得啦，有些零件如果说它是属于那种会有危险性的，譬如说像这个如果坏掉，它会让你行驶中突然熄火，这个真的很危险。所以这个东西我不建议，如果确定是它坏的话，我不建议就是做维修。当然了，如果真的找不到东西，还是该维修还是要维修。只是觉得说这一颗已经很久了，当然我不知道之前的车主是多久前换。然后既然这一次故障的发生，矛头比较偏向于是这颗出问题，那所以我的选择就是把它换掉。
目前这一颗这样看起来，以网络上的讯息，这一颗有可能是副厂，比较一般的副厂。当然了，像这种讯息我们不是内行的，可能都是要看网络上的一些资料下去做判断。像这边有看到它有编号，这个的编号是 J5T， 我不知道你们这样有没有看到。这个是对焦，就对焦很慢。这颗是 J5T23281ZL011205，这样子应该看得出来吧？然后这边有一个30的标志。当然啦，如果找得到正常原厂品的话，正常零件是最好。这就是我刚刚要讲的。如果说针对更换一些比较有危险性的零件的话，尽量选择原厂件会比较安心啊。至少如果真的出什么状况，在讨论的时候会比较有利。然后当然我要去买零件之前，我也做了功课。然后以网络上的说法是，如果整颗它的样子是这样子的话，他们是说这个是副厂件，圆形的，整颗都是圆形的。然后他们是说，以这个的话，正常，他们教正常的零件是长这个样子，看得出来差异吗？它这边是凸2块，然后这边是凹下去，然后有2个点，然后这边也有2个凹槽。外观大概就差异是这样子，然后重点是这边有没有？它这边是圆的，这边也是圆的，然后这边有多2点，然后翻过来，这边就不是圆的，然后这个是圆的。然后材质上应该也看得出来，这个比较亮面，它的这个塑胶比较亮，然后这个就比较雾面一点。然后重量感觉没有什么差异，感觉不太出来有差异。然后它的感应长度也有差别。这个的它的座，它可以封到这边，然后这个只封到这边，所以可能变成这个在装的时候会稍微比较容易移动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这块范围，它会比较稳固啊，就变成说它适应里面通道的位置会比较大。其他的差异上是就没什么差异了，没关系，反正做个记录。既然网络上说正常的零件是长这个样子的话，那反正就这颗我会先留着，因为毕竟如果真的倒霉不是这个坏掉，是下面的曲轴感知器坏掉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择再把它装回去。然后这个到底是正常还是副厂，我可能再找资料看看，然后做个记录，这样子。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凹槽了，这边，然后这样子哦，这边是一体式的，然后这边也是有凹槽。
像这边好像可以分解的感觉，好像里面有上胶，然后所谓正常的就是整个都是一体式啊，感觉做工比较清晰，开模开得比较好，然后插头内部，好，那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装上去马上就有差异，就像我们举个例子，好像烤耳，如果你的烤耳坏掉，很可能就直接发不动，然后你可能换新烤耳上去，马上就能发动。这样懂我讲的意思吗？但是这个零件必须你要出去开，然后而且如果你的损坏状况还没有很严重的话，可能你正常开运气好，它就像我前一阵子我怎么开都没问题，就突然这样子。所以这个的测试我如果有出问题我会再拍，如果没有出问题就是可能就不拍了。那我先把这个装上去吧。装上去的方式就真的单手操作比较麻烦，然后在安装之前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里面这边我们可以的话稍微做个清洁，因为洞太小，食指进去塞不到里面。好，然后外部这边稍微把脏污擦一下，因为这个在锁它也是有个平面性。哦，对了，像在锁零件的时候，像有的假设像这种洞，这种螺丝孔里面有多一个铁套的话，这个比较可以承受锁紧一点。但是如果你的零件上面其实很多零件啊，你仔细看，像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。像如果你没有只是塑胶，没有里面这种铁的话，这种在锁的时候千万不要太出力，因为你锁到最后整个这个塑胶座会裂掉。这个只是一个小知识、小技巧。然后在上的时候对准进去，因为它有 O-ring， 就稍微滑进去，这个还很好处理。滑进去以后，把螺丝锁回去。其实有时候一些螺丝真的不要乱换，像这个螺丝比较长，因为它可能锁的长度比较长。你如果跟很多螺丝混在一起，如果你又没有记住的话，可能你在锁的时候，可能只锁个几牙，出一下，里面的牙就挂掉了。然后稍微的锁紧，毕竟它还是塑胶材质啦，虽然它有铁套，所以只要有紧就好了。好，现在就有紧了。然后因为插头我之前都洗过了，所以就直接插进去就好了。掉一声就是它卡扣锁进去了。然后稍微的压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OK， 今天这个非常简单的凸轮轴感知器的更换，跟它故障的征兆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有感觉到我在踩油门的瞬间，它会顿一下。一般来说，这个坏掉的故障，就像我刚刚讲，一定是温度高了以后，温度上来了。工作温度上来以后，它会让你无预警的熄火。当然了，这颗如果真的全部坏掉的话，全挂的话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凸轮轴感知器跟曲轴感知器，它们的功用就是通知车电脑，让车子知道哪一个气缸在上市点，哪一个气缸正在往上，哪一个气缸正在往下，然后哪一个气缸在上市点，哪一个气缸下到底了。
它会去判断说哪一缸该喷油，哪一缸该点火。因为4行程它就是吸气、压缩、爆炸、输出，然后再排气嘛。如果你这个故障，它就会造成这个顺序的混乱，可能会怠速不稳，可能再来就是直接熄火。我今天直接赌是这颗坏掉，然后我这2天会再测试看看。如果真的再出问题的话，我会再跟着更换下面那一颗曲轴感知器。好啦，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凸轮轴感知器更换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